前面几期内容呢，我们反复讨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到了2026年，很多过去看起来很遥远的东西，突然开始变得具体了？无论是哆啦 A 梦、人形机器人，还是 AI 进入现实生活，这些变化并不会因为人类突然会更想了，而是因为一个更底层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。这个条件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能不能真的把它们造出来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，这个世界最重要的能力其实是会不会想，会不会写代码，会不会做模型，会不会设计商业模式，会不会讲一个足够动听的故事。只要想得快，讲得好，资本、资源和注意力就会向你聚集。那个阶段呢，很多东西并不需要真正落地，只要证明它在逻辑上成立就足够了。但这个阶段正在结束，我们会发现，今天很多事情不是想不到，而是想到了却做不出来。算法有了，但是算力跟不上；方向有了，但是供应链不稳定；设计图有了，但是无法规模化交付；模型跑得动，但是能耗、成本和稳定性根本不成立。问题不在脑子里，而是在现实世界里。这正是我反复提到的硬约束时代。所谓的硬约束，并不是指政策，而是物理世界本身开始重新主导结果。能源够不够，材料稳不稳，制造能不能规模化，系统能不能长期运行，这些条件一旦变成决定性的因素，聪明本身呢就不再是稀缺资源，稀缺的是把东西真正的造出来，持续跑下去的能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，未来10年真正能拉开差距的，不是你站在哪一个概念上，而是你站在一个有没有能力把东西造出来的位置上。现在很多人呢都在谈心智生产力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心智生产力并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单纯的写代码做模型。真正改变世界的，从来都不是移动电子，而是移动原子。这里说的电子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电子，而是信息和数据、算法和代码。原子呢，指的是现实世界里的能源、材料、制造、运输和设备。换句话说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把电送到该送的地方，能不能把材料加工成稳定可用的零部件，能不能让一个系统长期低成本、不出大问题的运行。这些问题呢，靠 PPT 是解决不了的，只能靠工程能力、系统能力和长期投入。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，就会发现，接下来很多行业的分化，并不是发生在技术有没有，而是发生在能不能量产、能不能复制、能不能长期交付。同样是一个方向，有人能做出一台展示机，有人能做出1万台稳定运行的产品。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想法了，而是工程。很多时候，真正的分水岭并不发生在设计阶段，而是出现在量产之后。只要进入了规模化，就必须同时面对良率、成本、稳定性和供应连续性的问题。现实中，很多项目并不是卡在技术本身，而是卡在这些工程细节上。一旦进入真实生产环境，差距才会被迅速放大。工程能力恰恰是这个世界最慢、最难也最不性感的东西。它需要重资产、长期试错、反复打磨和完整的体系。一旦某个方向被认定为不能被卡住，它就会被反复建设，哪怕短期看起来并不赚钱。这正是硬约束时代的典型特征。说到这里呢，就必须给一个具体的现实抓手，否则所有的判断都会显得很抽象。而在我看来，最能检验能不能造出来这件事儿的现实考验，就是人形机器人。人形机器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产业，而是一整套系统能力的集合。它几乎把所有硬约束的条件都同时摆到了桌面上。你要让它动起来呢，就必须能解决能源问题；你要让它稳呢，就必须解决材料和结构的问题；你要让它像人一样行动，就必须解决精密制造和控制问题；你要让它进入生活，就必须解决感知和人机交互问题。如果把人形机器人拆开来看，它大致可以分成几个层次。第一层是头脑，也就是负责思考和决策的部分，包括算法、算力、操作系统和训练体系。这一层呢，大家已经很熟悉了，讨论的也最多。但是我一直提醒大家一件事儿，头脑当然重要，但是它其实不是最难的，也不是最稀缺的。真正能够拉开差距的是第二层，也就是身体。一旦你要给 AI 一个身体，就必须面对现实世界的约束，比如说动力系统、能源管理、制造能力。这些东西呢，不是靠写代码就能解决的，而是要靠
长期积累的工业体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未来几年，凡是和真实制造能力相关的方向都会被持续的投入。第三层呢是关节，很多人低估了这一点。机器人和机器最大的区别，并不是它会不会动，而是能不能像人一样动，既精准、稳定、可控，又能长期工作。这背后对应的是非常高门槛的精密制造的能力，是长期被忽视却极难追赶的那一部分。第四层呢是肌肤，也就是感知和材料体系。未来的机器人啊，不只是一个会干活的机器，它更可能以人类熟悉的形态出现在生活当中。无论是触觉、反馈还是外部材料，这一层决定了它能不能真正被人接受、被家庭接纳。从这个拆解，我们会发现，人形机器人并不是靠一项技术突破就能够成立的东西，而是必须同时具备多层系统的能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不可能靠短期炒作完成，而只能通过长期反复重资产的投入慢慢推进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某些能力被纳入国家层面的安全考量，它们就会被反复建设，不是因为效率最高，而是因为不能断。一旦开始重复建设，就意味着资本支出上升，资源向关键的领域集中，凡是被认为不能卡住的环节，都会得到持续投入。对普通人来说呢，这件事儿并不遥远。在一个能不能造出来的时代，能落到现实世界的行业，才有长期的需求，能参与现实生产体系的人才不容易被边缘化。能靠工程能力、系统能力吃饭的岗位反而会更稳，而那些只靠概念、只靠流量、只靠故事支撑的那些东西呢，会越来越脆弱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再回到哆啦 A 梦。哆啦 A 梦之所以让人相信，并不是因为它无所不能，而是因为它真的能干活。它不是靠嘴，而是靠一个又一个可以被反复使用、持续运转的道具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，哆啦 A 梦并不是幻想，而是一种对工程世界的极致信任。如果你只记住了这一期的一句话，那我希望是这样一句啊：未来10年真正重要的不是你站在哪一个概念上面，而是你站在一个有没有能力把这个东西造出来的位置上。这句话呢，不只是给创业者听的，也是给每一个普通投资人用来判断方向、判断行业、判断选择的。当我们把人形机器人放回到这样一个工程视角里来看，就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变化正在发生。过去呢，我们更容易被技术演示所吸引，被视频、概念、故事所打动。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，真正决定成败的，恰恰是那些不太容易被拍出来的部分，比如说良率、寿命、维护成本、供应稳定性，以及在真实环境当中持续运行的能力。这些东西呢，听起来很枯燥，但它们才是硬约束时代真正的分水岭。一个系统只要进入真实世界，就必须长期面对物理世界的考验，而物理世界是不会因为叙事好听而让步的。电不稳，系统就会停；材料不行，结构就会出现问题；制造不过关，规模化就无从谈起。这些问题一旦出现，就不是通过加预算或者换叙事能够解决的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你会看到一个现象：真正能往前推进的方向，往往不是最热闹的，而是最慢的。它们看起来进展不快，但是却在持续积累。一旦跨过某个门槛，就会形成难以追赶的优势。这也是为什么工程能力一旦建立，就很难被复制。它不是某一个技术点，而是一整套协同体系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人形机器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故事，而是硬约束时代的一个缩影。它把能源、材料、制造、芯片、系统集成这些长期被分割讨论的领域，重新拉回到同一张桌子上。你无法只选择其中一个而忽略其他部分。这种高度的耦合本身就决定了它推进的方式只能是长期、反复和系统性的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中美之间围绕关键能力展开的竞争很难简单地理解为是冲突升级。很多时候，它表现为重复建设。一旦开始重复建设，就意味着资本支出要上升，就意味着资源向被认为不能被卡住的领域集中。这并不一定带来短期的效率，但是一定会改变长期的结构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，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意味着接下来真正有确定性的，并不是某一个概念，而是哪些能力
会被长期需要、长期投入。那些必须被造出来、必须被稳定交付、必须在现实世界当中反复验证的东西，才是硬约束时代的核心。回到个人层面，你不一定要参与所有的变化，但是你至少要知道这个时代正在奖励什么，又在淘汰什么。它奖励的是扎在现实世界里的能力，是能和真实的生产体系发生关系的位置。它淘汰的是脱离现实约束，只依赖叙事和流量的存在方式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，未来10年判断一个方向是否值得关注，第一问不再是它听起来是不是先进，而是它有没有可能被造出来，能不能持续运行，能不能在真实的环境当中活下来。一旦你用这个标准去看世界，很多噪音会自动消失。下一期呢，我会继续沿着这条线往下走，把这些能力进一步拆开来看看，哪些环节是真正被反复投入的，哪些呢只是阶段性的热闹，哪些位置对普通人来说是可以参与的，哪些呢其实离我们非常遥远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